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39.25，收盘价是237.93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2.70，最低价是在237.73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024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5 倍，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中，然后出现了一个横盘，在这样一个位置。那这样的线型，我们把它称作叫倒垂线。那当日的这根倒垂线，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那当日股价是没有出现新低，那说明这样一根 K 线啊，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也说明或者说是也证明前一日这根含有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啊，它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日后只有站上245才能确认止跌，但是现在的这个股价呢，并没有到达这个位置，而是当日在我们会看到留有长长的上影线，说明上方是有压力的。所以这根没有出现新低的 K 线，只能证明前一日 K 线是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但并没有确认止跌。那好了，我们说倒垂线通常，它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。目前它在的这个位置啊，我们会把它称作叫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当日的成交量是量缩，在下跌的行进中出现休息的 K 线，然后呢成交量缩。那日后呢，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，因为当日股价在这样的线型啊，说明股价在当日是有反弹的，但是呢，上方的压力还是非常重的。那出现补量下跌，当然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，但是呢，如果也就是说日后只有站上这根倒垂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42，那么股价才能够继续反弹，然后站上245才能叫止跌成功，否则股价会继续下行，出现补量的下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目前 K 线信息的解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我们一直是在调出辅助线的。好，那么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32。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237附近，或者叫横盘向下。实际在1月4日收盘价是在237.93，出现了横盘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啊，收盘价点位相接近，但是呢走势是略有不同的。
我们预测的横盘呢会出现新低，而实际发生我们会看到是留有长长的上影线的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，说股价如果不能够站上242，会有继续一个补量的下跌。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对于1月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228，跌破它就是要瓦解自10月31日以来的一个多头趋势。好，那第二个目标是206，它仅仅是一个支撑位。那股价下行的真正的目标目前是194，这是下行的3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，股价的上行啊，我们做一个调整，我们加一个中间目标，也就是连续5个交易日的下行呢，上方的目标，如果股价反弹，当然是265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给出一个标志位，我们先加一条水平线，我们加在245这个地方。245呢是1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好，那我们为什么把第一个目标设在这个位置呢？因为刚刚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啊，出现休息的 K 线之后，那也就确认前面这根 K 线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所以目前股价在一个下行的行进中，然后股价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横盘，所以股价上行的目标首先就是要止跌，所以呢，我们把245设成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对，它仅仅是一个压力位。那么要想到达这第一个目标，首先股价的收盘价要站上这根倒垂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42。因为我们也会看到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会在这个位置附近，对，那么出现这样一个量缩的倒垂线，股价日后如果不能够站上它的最高，那一定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。所以在到达245之前啊，这个242将是一个强压力，或者说是5日均线值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245。那如果245能够被站上呢？那我们说叫目前的这一波下行叫止跌成功，或者确认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反弹。那继续反弹，当然上方的压力就是有这些均线值，还有就是这条下行的趋势线。那在1月5日，这条下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是到达了255。好，那股价一旦站上245之后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65。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。站上265的目的就是再次出现头高，继续自2023年10月3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好，那接下来第3个目标呢，就是上方的269。好，我们先说这3个目标是245、265和269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在1月5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那我们继续要关注之前我们给出的这条水平线是1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36。那在1月5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或者至少是会出现继续横盘。但是股价如果在236下方运行呢，那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一个下行，对，大幅的下行。那其实236也是这根止跌信号 K 线最低，如果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再收低呢，其实也就是瓦解了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好，当然也会证明这样一根休息的准备
继续下跌的一根信号 K 线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后续走势的一个分析说明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多头，我们说，多头目前股价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做多的，因为我们刚刚分析说了，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，我们说只有股价站上242之后，或者站上245之后，我们才可以考虑根据情况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在1月5日开盘之后，一定会继续有空头力量的进入，因为前一日 K 线出现量缩，证明买盘不积极。然后呢，上方又留有长长的上影线，说明是有空头力量的进入的，上方压力非常大，所以开盘之后就会有空头，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228和下方的缺口。然后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是242到245之间，这是一个股价反弹的一个强压力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也包括前一日 K 线最高是从241，在这个位置一直到242。好，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高245，是这个位置。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是从247一直到249。第三个压力位我们愿意给出是这个垂线的最高是在251。好，这是股价上方的4个压力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236，然后是第二个支撑是228，第三个支撑是这个缺口是225.5到226.5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35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留有一个缺口，很大的一个缺口。然后呢，最低股价下方会到达226，回补这个缺口的一半，下方缺口的一半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30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补量的下跌，也就是大幅的下跌。好，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。如果出现横盘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3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出现新低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39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38附近。出现横盘，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出现一根含有长下影线的一根小红 K 或者是小绿 K 线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